一个还多帅的小伙子，结果遇到了一些比较坎坷的事情，让他的人生变得非常的有趣。我自己看到了那段路透，我觉得没有像是在滑轨上，因为能看出来我其实还是有一些律动在的。我撩他，对我撩他，对我他行，谢谢。哇，好油腻啊，换一个吧。来，1、2、3、4。今天很漂亮。神剧亮了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罗云熙。用3个关键词介绍一下上官透吧。潇洒、仗义，以及他有一丝丝的纠结。对，如果用四川话一句话来形容他呢？一个还多帅的小伙子，结果遇到了一些比较坎坷的事情，让他的人生变得非常的有趣。接《月上重火》的时候，知道搭档是陈钰琪吗？好像是临近开机的时候知道是钰琪。其实呢，我和钰琪就说到这儿就随便聊一聊嘛。其实和钰琪应该是还蛮有缘分的。最早有一部戏是差点就能和钰琪合作上了，有2部戏，不止1部戏。第一部戏的话是《锦绣未央》，《锦绣未央》的时候，当时其实因为档期的原因。所以去拍了另外一部戏，就是也是和钰琪小姐姐饰演的那个九公主是有那个感情线的嘛。对，那一部戏错过了，然后还有一部戏，忘记了名字。然后这一部戏和上一部戏相密，其实我们都是有合作过的，所以还蛮有缘分的。而且大家都是四川成都人，所以很亲切。进组后有没有经常和陈钰琪、邹廷伟2位小伙伴约饭聚会呀？很少。为什么很少？因为我们戏拍摄进度非常的紧张，所以说就是整天基本上所有的工作时间都会排满。然后收了工之后呢，那大家肯定就是抓紧时间去休息，然后背台词儿、看剧本。所以其实聚会的时间真的还蛮少的。之前的瑞玉和荣琪都是苦情担当，那这次凑哥哥能不能拥有甜甜的恋爱呢？猜啊，其实也不卖关子了。这部戏其实和钰琪小姐姐还是有蛮多就是撒糖的部分吧。其实所谓撒糖的部分呢，也不完全是撒糖，也是会让观众可能会有一些小羞涩、小期待，或者是一些小点到恰到好处的时候，然后又给你卖了一个关子，所以大家可能就是在那种享受撒糖的过程当中，又感觉，哎，能不能再多给一点？能不能再多给一点？别客气，请用糖砸我。但咱们就不让你期待的往下看。你和崇雪芝谁撩谁更多一点？我撩他，对，我撩他。好期待看到你撩妹的样子啊！因为上官透他是一个很潇洒的人嘛，所以他的言行举止啊，可能都会让女孩子觉得有一些不好意思。对，这个是他就是这个人物与生俱来的一种气质。然后他又会觉得钰琪小姐姐饰演的崇雪芝和他以前见过的女孩子不太一样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他自己也很好奇。所以在这种与崇雪芝的接触的时候，他自己就会无形当中的可能散发出一些荷尔蒙啊，或者是魅力之类的，然后就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能不能跟镜头前展示一下透哥哥的魅力，撩一下屏幕前的观众们？所谓的撩，其实不是真正的就是我要怎么样去撩你，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比较做作。真正的撩，其实就是在言行举止或者是谈吐之间，然后给人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就会让就是女生看见你了之后会觉得，有一些不好意思，然后或者说哇，这个男生好像，挺好看的呀，羞涩，然后又觉得你再跟我多说2句吧。如果你故意去设计一些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做作。但是如果说是它是一种自然的流露，然后是一种就是骨子里面带来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聊天，然后大家能感受到一种就是感觉这个男生好像还有一些的神秘感，或者说他有一些乐趣，就让你好像就看着他就会觉得心里边乐乐的，我觉得就够了。所以你让我现场表演一下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样子一个轻轻的开扇子，我觉得就还蛮有意思的。这个扇子有特意练吗？算不算最近 get 到的一项新技能？之前我特别崇拜一个角色，就是楚留香，郑少秋老师对饰演的楚留香，非常的潇洒，非常的帅气。对那部戏，我觉得我是小时候看的了嘛，那个时候就特别崇拜郑老师演的这个楚留香，因为觉得就是这个扇子玩起来就真的很潇洒，特别是男生一玩就会觉得真的很帅。这次月上重火自己也玩了一下这个扇子，就觉得蛮过瘾的。
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小的一些，我不知道能不能玩好，还有就是一些就像这种小的这种，哎，对，就是这种，对，就是 get 到的新技能，然后剧中也会有一些用扇子的武戏，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次的打戏和以往的打戏有什么不一样吗？这次的打戏的话，其实更多的是过招的部分。什么叫过招呢？就是之前接触到的打戏以仙侠为多，通俗一点就是说是发波，就是一个运气，然后就直接啪一个波过去。但是月上重火因为是武侠，所以它会有很多就是真正肢体上的触碰和一些真正就是与对手的过招。这样子的话，其实这个武戏就会非常的好看，它会有一种真正在打斗的感觉，而不是仅仅是以发波为主。而这种肢体的碰撞，我觉得就会有不一样的这种化学元素产生。人工滑轨的路透视频火了以后，有没有听到大家说你神仙打戏这种评价呀？我自己看到了那段路透，我觉得没有像是在滑轨上，因为能看出来我其实还是有一些律动在的。我其实只想说，就是这部戏的打戏是真的非常好看，每个人的打不是千篇一律的。比如说上官偷的一些用扇子的招式，重雪之一些用剑的招式，它其实感觉都不一样，很有人物的特点。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期待一下这部戏的打戏。对于什么神仙招式的话，我觉得大家这么评论可能还为时过早，一定要真正看了剧之后才知道月上重火的打戏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感觉。剧中真的会出现原著里的光头造型吗？卖个关子吧，大家可以猜一猜。对，有没有看到粉丝画的 Q 版上官透呀？也看到了，就是好像头发中间还有一根草，是吧？就是一根草这么立起来的，哎，挺可爱的。他们画的那个角色是很可爱、很 Q 的，对。然后我自己说，如果说能有一个那样子的小公仔，也蛮有意思的。请重点回答一下罗云熙有没有长胖这个问题。有长胖，特别是这2天是真的有长胖，因为有补很多营养，就每天有吃很多东西，所以肯定是有长胖。但是因为作为演员，必须要保证自己在镜头上的一个。为作品负责嘛，你不能让自己看在镜头上就不好看。所以早上我有自己的小神器，可以推脸、瘦脸，然后也有喝一些咖啡啊，然后让自己多排水，然后把这个肿消了。但是长胖是真的有长。粉丝们在微博有一个超话叫“励志养胖罗云熙”，你想回应一下吗？你们成功了，对。1年前你在专访里说自己对拍戏没有什么自信，那现在心态上有没有一些变化呢？我觉得现在自信的话是一种他自己浑然天成的一种东西。有时候你给自己打气，你要有自信，你要有信心去把这段戏演好。其实有时候因为自己的能力不足，自己内心的那种底气还不够的时候，你再给自己打气，其实自己还是很紧张的。演戏最切记的就是紧张。当你真正的自信的时候，你知道这个镜头在拍着你，但是呢，你又知道你其实是以上官透的这个身份在活在戏中的。这种自信的话，我觉得是需要时间和一次又一次的进组拍摄，然后去历练自己的。你每一部戏都要让自己成长一些，你每一部戏都要给自己暗示你要更自信一点。我觉得通过一部戏又一部戏的这种历练去经历它，你始终是会变好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什么量变达到质变，其实也真的就是这个道理。对，所以现在的我的话，我觉得我可能考虑的更多不是是否自信，而是怎么样才能够更准确地把这个人物表现出来。你想的是更多的是为戏服务、为角色服务了。下面是上官透的专属表情包时间，对着镜头做出以下词语相对应的表情。好难，看不透，看不透啊，那就是臭心贼。冰凉透心，冰凉透心啊，冰凉透心的话就是偷偷告诉你，不要被我打心提醒。哇，好油腻啊，换一个吧。1、2、3、4。今天很漂亮。笑到头掉。哈哈哈哈哈哈！想提前 get 更多独家剧透吗？扫描2维码关注爱奇艺电视剧微信公众号，或搜索爱奇艺电视剧官方微博，带你解锁追剧新姿势。如何第一时间 get 神剧亮的最新节目呢？手机用户指入屏幕下方，
订阅So Easy。